终于判了，那个把香港搅的是天翻地覆的肥佬黎，今天终于领到他的养老套餐，整整20年。他在法庭上还想演戏啊，还对着镜头笑，结果法官一锤子下去啊，养主子们全急了，在那边跳着脚骂街。但是这一次啊，不管他们怎么叫唤，这颗毒瘤是彻底切掉了。今天啊，咱们就来复盘这场迟来的正义审判。就在今天上午，2026年2月9号，香港那边传来了一声惊雷，黎智英终于判了整整20年的有期徒刑。这个消息一出来啊，那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欢喜的是咱们老百姓啊，那叫一个大快人心，恨不得放鞭炮庆祝庆祝。愁的是谁？那是大洋彼岸的那帮洋大人啊，还有那些还没死心的小蚂蚱们。那咱们先说这个庭审现场的画面啊，那可是 BBC 中文记者在现场亲眼看见的，细节那是相当有意思。这个黎智英今天啊穿的倒是挺讲究的，一件白色的外套，戴着那副标志性的黑框眼镜。哎，你琢磨琢磨这心思哦，这一身白是想装纯洁，还是想装无辜？不管你穿成啥样，哪怕你披着袈裟来，那个心里的黑也是洗不掉的。他进法庭入座之前呢，还演了一出戏啊，就是在那个众目睽睽之下，他突然停下脚步，双手合十，闭着眼睛，来了个短暂的祈祷。我就纳闷了，他在祈祷什么？是祈祷上帝宽恕他把香港搞得乌烟瘴气，还是祈祷那帮洋主子啊能派天兵天将来救他？祈祷完了，他还转过身啊，冲着这个公众席啊和他的家人露出了一微笑，甚至还跟前苹果日报那帮老部下简短的互动了2句。那个架势哦，仿佛他不是来接受审判的，是来参加什么粉丝见面会的。这就是典型的不见棺材不落泪。到了这个时候啊，还在作秀。但是当法官手里的锤子真正落下的时候，这个戏啊也就演到头了。由于判词太长了，整整47页啊，法官都说了啊，咱们就不逐字宣读了，直接说结果吧。当听到20年这个数字的时候，黎智英那张微笑着的脸微微僵了一下，然后微微点了点头。他还在笑，但是那个笑容里估计啊全是苦涩吧。20年啊，他今年多大了？这就等于是一张单程票啊，直接送进赤柱监狱养老了。这个时候吧，公众席那边就传来了啜泣声。那是谁在哭啊？那是多名前苹果日报的员工。哎呦喂，你们怎么还哭上了？是哭你们的老板进去了，还是哭你们当年跟着他干的那些坏事终于遭报应了？这个眼泪啊流得太晚了，也流错了地方。这个黎智英前脚刚判啊，后脚那边国外的反应啊才叫一个精彩，那个速度啊比咱们这边的裁判还快。美英政客那是紧急发声啊，又是抗议又是谴责，嗓门大的恨不得把太平洋都吼破。欧盟也是火速表态啊，说什么严重关切违反人权，甚至庭审现场还有10多个国家的驻港外交人员啊扎堆去旁听。干嘛去了？那是去施压的呀，那是去给黎智英撑腰打气的。但是我就想问问这帮洋大人，你们这么激动干什么呀？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投资打水漂啦？你们花了个大价钱培养这么多年的一颗棋子就这么废了，心疼了是吧？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的那句话啊，黎智英的罪行有铁证如山，审判完全符合法律程序，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央视新闻啊说的更是一针见血，这不是对言论自由的审判，这是对国家安全的守护。这帮欧美政客啊集体喊冤，却发现啊根本没人理睬。为什么呀？因为在2026年的香港，你们那一套长臂管辖的把戏啊，在咱们这儿不好好使了。这背后呢，是一场跨越数年的叛国闹剧的终结，更是法治对分裂势力的终极清算。那咱们得好好唠唠，这个黎智英他到底干了什么，能判20年？这个不是什么因言获罪哦，这是实打实的叛国。第一条大罪，煽动暴乱。各位还记得2019年那场修理风波吗？
那个时候的香港是个什么样子的？街头火光冲天啊，路面上全是砖头啊，地铁站被砸，那是香港人的噩梦啊。而这个噩梦背后的导演是谁？就是黎智英。他手里的那个《苹果日报》啊，那就不是一份报纸，那是个有毒刊物，连续发布了161篇煽动性文章。梁美芬议员说得好，《苹果日报》那就是在散播仇恨，是在撕裂社会。这第二条大罪啊，勾结外力，这才是最要命的。这个黎智英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洋奴。早在2018年，他就秘密会晤美国中情局的官员，给人家提供香港的内部情报。到了2019年，他更是公开的跑到美国去啊，见了那个副总统彭斯，见了国务卿蓬佩奥，在那儿点头哈腰，摇尾乞怜。他在求什么呀？他竟然公开呼吁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甚至索要军事支持。各位，你听听这是人话吗？这就叫引狼入室呀，这就叫卖国求荣。甚至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这个家伙呢还顶风作案通过这个海外账户资助那些反中乱港的组织，妄图颠覆特区政府，这真是死刑到底啊！而且这个案子吧办的也不容易，这是一场硬仗，是一场把证据做实，把铁案办成的硬仗。从2020年12月他被抓到2026年2月9号宣判，这个中间跨度了5-6年啊！特别是这个审判过程那是极其严谨。案件在2023年的12月18号正式开审，历经了156天的审讯，控方提交了多少证据啊？超过2000份。法院审查多少证物啊？超过了2220项。看的文件有多少？8万多页啊！这里面有他跟这个外国政客的通讯记录有那一笔一笔见不得光的资金往来凭证。最后的裁决理由书长达855页，那真是每一个字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个罪名都是有法可依。法官说得很清楚，黎智英就是这起串谋的主脑，他的煽动文章充满了浓厚的敌意和偏见，所以判他20年，那是量刑适当，那是罪有应得。除了他，那帮跟着他混的小喽啰也没跑了。同案的那个什么陈子华被判了6年3个月，李宇轩判了7年3个月，这就叫树倒猢狲散，谁也跑不了。这给所有想当汉奸的人提了个醒，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不管你是主犯还是从犯，只要危害了国家安全监狱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这场判决意义太大了，它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的一块里程碑。它告诉了全世界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法律不是摆设。以前有些人吧，总觉得有这个洋大人撑腰，就可以在这个香港横着走，总觉得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就可以无法无天良。黎智英就是这类人的总代表，是那个最大的毒瘤。今天这个毒瘤被切掉了。各位，别以为这个法官锤子一落这个事就完了。这个判决后的24小时，那才是精彩纷呈啊！黎智英刚被押上那辆蓝白相间的囚车，他的那帮律师团就没闲着。据说那帮拿着巨额律师费的大壮们正连夜翻了855页的判词，哪怕里面呢有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他们都想用来当成上诉的救命稻草。但是这回法官把证据做得像铁桶一样，水泼不进。今天宣判的时候，法院门口停了起码3辆装甲车还有这个带着警犬巡逻的特警。为什么要这阵仗因为有一帮所谓的旁听师也就是以前那些还没有散干净的小蚂蚱，想在那儿搞什么送车仪式。结果呢，当那辆载着黎智英的囚车缓缓地驶出法院大门时，以往那些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全没了取而代之什么？是路边市民自发举起的标语。有个老街坊在镜头前说的很好挡了6年了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个祸港毒瘤总算是切干净了。而最让这个杨大人坐不住的是黎智英案里提到的那份秘密名单。这次判词里白纸黑字点了不少外国政客的名字。这些平时在台上道貌岸然的议员们，一看自己跟黎智英勾结的短信、邮件都被当庭公开了，一个个的那是狗急跳墙
美国那边卢比奥那几个老面孔又在嚷嚷着要制裁香港法官，我就乐了你们这招除了能显示出你的气急败坏，还有啥用啊？咱们的法官说了我们是按法办事，你们那套政治恐吓留着回家吓唬你们家猫去吧。现在黎智英正待在赤柱监狱那个不到10平米的单间里，他手边没了他引以为傲的报纸，也没有那些簇拥他的政客，有的只是漫长的一眼望不到头的20年。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审判这是给所有想出卖灵魂的人立了一块活生生的墓碑。所以说各位，今天这个20年的判决不光是判给了黎智英一个人看，更是判给了那些还在阴暗角落里蠢蠢欲动的人看，判给了那些在大洋边指手画脚的杨大人看。他证明了一个道理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那个靠着出卖国家的利益靠着给杨大人当狗来获取荣华富贵的时代彻底结束了。黎智英穿着白外套笑着进了监狱，他可能还在做梦梦见他的主子来救他，但是我告诉你那也就是个梦了。他在里面的这20年，外面的世界呢会变得越来越好，香港会变得越来越繁荣，而他只能在这个铁窗后面看着这一切慢慢的腐烂，慢慢的被遗忘。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